土耳其係一個橫跨歐洲同亞洲嘅國家，呢度既係文明嘅搖籃，亦都係歷史上帝國興衰嘅舞台。由特洛伊戰爭、波斯帝國到亞歷山大大帝、拜占庭帝國，再到奧圖曼帝國，最後成為今日嘅土耳其共和國。呢一片土地見證咗人類歷史嘅一半。土耳其呢個國名喺土耳其語裏邊咧係 Turkiye， 源自奧圖曼土耳其語，意思係突厥人嘅土地。喺英文裏邊，土耳其長期被稱為 Turkey， 但係 Turkey 喺英文亦都代表火雞或者失敗，帶啲負面嘅意思，所以好多土耳其人認為呢個係損及國家形象。因此，近年來土耳其積極推動將國名改為 Turkiye， 並且致函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要求統一使用新嘅名。土耳其嘅地理位置好特別，有一部分喺亞洲叫做安納托利亞 （Anatolia）， 而另一部分就喺歐洲叫做東色雷斯 （Eastern Thrace）。佢好似條橋一樣，將東西兩邊連接埋一齊。Anatolia 係世界上最早有人類定居嘅地方之一，至今已經超過1萬年。呢度有好多古文明嘅遺址，例如哥貝克力石陣 Göbekli Tepe， 至今已經有12000年，被稱為世界上最古老嘅神廟。大概喺9000年前， Anatolia 嘅農夫就開始向歐洲遷徙，影響咗整個歐洲嘅農業發展。公元前1600年至1200年間， Anatolia 曾經係 Hittite Empire 嘅核心地區，係當時同埃及齊名嘅大帝國，亦都係已經知道最早使用鐵器嘅民族之一。法律制度文明對後世歐亞嘅政治及軍事文明影響深遠。根據古希臘嘅荷馬史詩，傳說喺公元前1200年左右，曾經發生咗特洛伊戰爭 Trojan War， 亦都即係我哋熟知嘅木馬屠城記。雖然呢一場戰爭係唔係真係發生過，仍然有爭議，但係考古學家喺今日土耳其達達尼爾海峽入口嘅希薩利克 Hisarlik 遺址，發現咗好多層城牆以及文物，已經被廣泛認定為古城特洛伊嘅遺址。由青銅時代到羅馬時期，呢一度一直係東西方貿易以及權力嘅樞紐。大約喺公元前660年，希臘人喺歐亞交界嘅地方建立咗城市拜占庭。呢個城市日後發展成為歷史上最重要嘅都會之一——君士坦丁堡，亦都即係今日嘅伊斯坦堡。公元前559年，居魯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 統一咗波斯各個部落，建立咗阿契美尼德王朝 （Achaemenid Empire）， 令到波斯成為強盛嘅帝國。之後嘅80年間，波斯帝國不斷擴張，征服咗古埃及、巴比倫，東邊去到印度河平原，甚至發動波希戰爭入侵希臘，差啲毀滅咗古希臘文明，成為當時世界上領土最為廣闊嘅帝國，並且以官方語言以及道路網路連接東邊同埋西邊。公元前4世紀，位於希臘北邊嘅馬其頓王國逐漸崛起，逐漸成為巴爾幹地區嘅強大勢力。公元前336年，亞歷山大即位成為馬其頓國王。2年之後，佢擊敗咗波斯嘅軍隊，將 Anatolia 各個城市納入版圖之內，並且喺短短10年間征服咗整個波斯帝國以及更廣大嘅地區。佢嘅征服開啟咗 Anatolia 嘅希臘化時代，推動城市化、建設劇場以及體育場，加強貨幣流通以及學術傳播，深深影響咗 Anatolia 嘅文化。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大帝喺巴比倫逝世，年僅32歲。佢死咗之後， Anatolia 被分割成為多個小型嘅希臘化王國，最後喺公元前1世紀納入羅馬共和國嘅版圖。公元前129年，羅馬帝國喺 Anatolia 建立咗一個省，正式成為羅馬帝國嘅一部分。喺呢個時期，希臘化嘅進程進一步加速，去到公元頭幾個世紀， Anatolia 本地嘅語言以及文化已經幾乎完全消失，主要由古希臘語以及文化取代。喺羅馬帝國時期，基督教喺 Anatolia 迅速傳播。根據《使徒行傳》嘅記載，聖保羅曾經喺呢度傳教，並且撰寫咗多封嘅書信，成為最早嘅基督教文獻之一。另外有一個說法，相傳 Anatolia 嘅 Ephesus 係聖母瑪利亞晚年居住以及升天嘅地方。由於地理位置重要，今日土耳其境內嘅多座城市成為早期基督教嘅中心，舉行咗好多次影響深遠嘅大公會議，為基督教信仰以及教義奠定咗基礎。公元324年，
羅馬嘅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將拜占庭呢個城市改名叫做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並且展開大規模嘅重建。公元328年，佢正式將君士坦丁堡定為羅馬帝國嘅新首都。呢一座城市成為橫跨歐亞嘅政治、宗教以及商業中心，繁榮咗將近1000年。公元395年，羅馬帝國正式分裂，君士坦丁堡成為東羅馬帝國嘅首都。到咗公元6世紀，君士坦丁堡取代羅馬城，成為歐洲最大、最繁榮嘅城市。歷史學家後來將東羅馬帝國稱為拜占庭帝國，統治今日土耳其嘅大部分地區，延續咗羅馬嘅法律制度、希臘語文化以及東正教信仰。拜占庭唔單止係東正教嘅精神中心，亦都保存咗古希臘以及羅馬嘅學術以及藝術傳統，為後來歐洲嘅文藝復興奠定咗思想基礎。之後嘅幾百年間，拜占庭帝國喺連年戰爭裏邊多次興衰，佢嘅疆界隨住勝敗而不斷變化。公元622年，伊斯蘭教喺阿拉伯半島興起，並且傳入突厥嘅各個部族。公元1077年，突厥人喺 Anatolia 建立咗魯姆蘇丹國 （Sultanate of Rum）。佢嘅版圖涵蓋咗今日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直到1308年被蒙古人所滅。公元1299年，另一支突厥部族建立咗鄂圖曼帝國，勢力逐漸壯大。1453年，鄂圖曼帝國嘅蘇丹穆罕默德二世 Mehmed II 攻下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國滅亡，亦都正式結束咗延續咗將近1500年嘅羅馬帝國。城市淪陷之後，逃離嘅難民搬咗去意大利以及歐洲各個地方，推動咗文藝復興嘅興起。而帶去歐洲嘅宗教典籍，後來亦都推動咗宗教改革。15至19世紀，鄂圖曼帝國勢力強盛。喺16世紀蘇萊曼大帝統治嘅時期，帝國達到巔峰，領土橫跨歐亞非三洲，藝術、建築以及法制都達到空前嘅水準。君士坦丁堡成為世界上最繁榮嘅都市之一。但係到咗19世紀，隨住歐洲列強嘅崛起，鄂圖曼帝國逐漸衰落。1918年，鄂圖曼帝國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傷亡慘重。戰敗之後，列強意圖瓜分鄂圖曼嘅領土。最後喺海末爾 Mustafa Kemal Atatürk 嘅領導之下，土耳其國民運動喺安哥拉組建獨立政府，打敗咗協約國嘅軍隊，解放咗國家，並且喺1923年建立咗土耳其共和國，鄂圖曼帝國正式滅亡。佢推動世俗化、教育改革、婦女投票權，甚至將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徹底現代化，並且正式將君士坦丁堡改名做伊斯坦堡。喺冷戰時期，土耳其選擇同西方結盟。1952年正式加入北約，成為制衡蘇聯喺地中海勢力嘅重要盟友。之後，土耳其喺地緣政治裏邊扮演關鍵角色。喺呢段時期，土耳其嘅政局動盪，先後發生咗好多次軍事政變以及叛亂。直到1980年代，政府推行經濟自由化嘅政策，帶動咗強勁嘅經濟成長，政治嘅局勢先至慢慢穩定落嚟。進入21世紀，喺總統埃爾多安嘅領導之下，國家嘅政治逐漸由可爾末時代嘅世俗體制轉向宗教以及民族主義色彩較濃嘅方向。而喺外交上邊就喺歐洲、中東以及俄羅斯之間尋求平衡。土耳其自1987年起申請加入歐盟，但係因為人權以及民主問題而談判受阻。佢同時同俄羅斯保持複雜嘅合作以及競爭關係，並且積極介入敘利亞以及高加索地區嘅事務，強化區域影響力。唔少人都以為土耳其嘅首都係伊斯坦堡，其實真正嘅首都係國家中部嘅安卡拉 （Ankara）。今日嘅土耳其擁有大約8500萬人口，人口年輕，城市化程度高，社會以土耳其族為主，並且有龐大嘅庫爾德族以及其他嘅少數民族。近年因為接收幾百萬敘利亞以及中東難民，社會同經濟面臨沉重嘅壓力。土耳其係 G20 嘅成員，經濟以製造業、農業以及旅遊為主。土耳其係世界旅遊大國，每年吸引超過4000萬遊客。伊斯坦堡、Cappadocia 以及棉花堡等景點享譽全球，成為全球遊客數量名列前茅嘅旅遊勝地。身處歐亞交界嘅土耳其，至今仍然係連接東西方嘅重要橋樑。
回顧土耳其嘅歷史，由特洛伊嘅木馬到亞歷山大嘅征服，由拜占庭嘅聖索菲亞大教堂到鄂圖曼嘅藍色清真寺，再到現代嘅伊斯坦堡天際線，呢一片土地見證咗人類文明嘅變遷，造就咗土耳其呢個東西交匯、古今交融嘅國家。